同学呢问我说，我们帮客人卸除睫毛，到底是要用卸膏、卸胶还是卸水呢？嗨，欢迎大家回到 Gina TV。这个问题问我就对了，因为我差不多在美睫界呢活了大概11、12年左右，差不多是美睫界的人瑞等级。吉娜桑你好。起初刚开始呢，我们很多人就是11、12年前，我们如果在学习接睫毛的时候，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使用卸胶，在帮客人做卸除睫毛。那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卸膏，所以那个时候只有卸水和卸除凝胶。那卸水因为它流动的非常的快速，所以我们不可能拿卸水帮客人大面积卸除他的睫毛，那一定是用卸胶。可是使用卸胶就会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你在涂的时候要非常小心，不能太靠近根部，因为它非常有机会会流进去我们的眼睛里面。那流进去眼睛里面之后呢，那个感觉就会像是喷到辣椒酱再乘以10倍的感觉。通常客人呢都会眼睛会很用力的扎。那因为我们是美睫师，我们帮客人把它抓住眼睛的时候，你知道他很用力闭的时候，那上面的卸胶就全部都进去眼睛里面了，非常非常的痛。各位同学，你们有被滴过吗？应该我相信很多人有被滴过吧。所以呢，我们当初大概在2013年之前呢，大部分的人都是使用卸胶。那在用卸胶的时候要非常非常小心。简单来讲，就是要全神贯注，然后怕一个不小心给弄到它，让它流进去。所以你要非常仔细、非常小心，手都要 hold 好，眼皮要扳好，免得它用力的往内闭。那卸水呢，它很早就有了但是我会比较建议它不要拿来卸睫毛。你说它可不可以拿来卸？当然可以，但是它拿来卸的话，因为它是水，它非常会流动，所以不小心又流进去，那它的疼痛度呢会比它还要痛。真的，我没骗你，这个超痛，这个第二痛反正都一样痛啦，就是这个95分，这个95分，这个100分那接下来呢，大概2013年呢，差不多，如果我记得没错，差不多是山茶花出来的那一年。那个时候呢，搭配着山茶花一起出来，有一个商品是来自日本的玉本部的卸膏。那个时候是我头一次使用到卸除膏。那这个卸膏呢，我起初在使用的时候，也许它可能不是2013年、2014年出来，也许更早。头一次使用的时候呢，我觉得它非常的不好用，可能是我的方式不对，可能我涂太少了，所以呢，我泡了很久它都下不来，然后我就觉得它应该是很难用。后来呢，我们就是那个时候山茶花有另外一位讲师跟我讲说，Gina老师，你只要涂多一点，5分钟它就下来了，整个梭哈就对了。后来我听从他的建议之后，我就再试一次，之后我发现，真的涂多一点它就下来了。从此之后，我使用卸膏就没有再节制的。而且呢，在2014年还是2015年，我还拍了一部美味卸膏，跟大家分享如何使用卸膏。那我真的觉得它太方便、太快速了，因为只要其实你下的量够多，它是非常好卸除的，而且它流进去眼睛里面也不会那么痛的感觉。那你知道吗？虽然它流进去眼睛里面不会很痛，但是你也不能故意让它流进去，你知道吗？只是说它是膏状的，它不太会流动那你如果万一你流进去了，会发生什么事呢？基本上，如果假设有一点点卸膏跑进去的话，那客人可能会觉得有一点酸酸的、熏熏的感觉，会有一点点流眼泪，但是还好。所以如果遇到这种状况呢，我们还是要赶快帮客人冲食盐水，但起码不是像这个家伙一样，是痛到会我真的很早期在教学看过很多同学使用了这个之后呢，他的 model 就这样扭动，你知道真的很痛了。其实我光看我都会冒冷汗，你知道吗？之后我在做教学都是使用卸膏，而且我坚持教新手同学一定要使用卸膏，因为我觉得他们本来手就不太稳，使用这个实在太危险了。而且你知道吗？使用这个你帮他敷上去的那5分钟，几乎不用理他，你可以去做自己的事情。可是如果你是使用它的话，你就是要全神贯注抓住它，而且非常细心跟小心，你知道那个真的很累啊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新手同学呢，一定要学习使用卸膏。那就有很多同学回去还是会偷偷试一下，我就会跟他们讲说，这个呢我们拿来做单根式卸除就好。就是如果假设你刚好有一根接的比较歪一点，那一根要卸掉就使用这个。当然你在做单根卸除的时候使用这个也一定要小心，因为它其实一点点不小心就会流进去了。那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呢，也请你在下方留言，我都会尽快的回复你哦。Gina TV，我们下回见，拜拜。搭配的山茶花出来，搭配的山茶花有一个搭配山茶花商品一起出来，那个是搭配的山茶花商品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帮我按赞、分享、留言、订阅。
并且要打开小铃铛，你就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。我是君娜，我们下回见，拜拜。